高崗手握經濟內閣大權，在一場政治局會議上當眾提出更換臨時主持人，一句輪流負責，撕開了建國初期一場高層黨內風波的口子。表面只是人事意見分歧，實際卻是在背後搞串聯，瞞着組織違規拉攏幹部。1952年五馬進京，高崗從東北調往中央，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、國家紀委主席。中央調整分工之後，政務院8個核心工業部門劃歸紀委管轄，重工業、燃料、地質、紡織等關鍵行業全部歸他統籌，15計劃建設的核心資源都握在手中。高崗私下把自己這套班子稱作經濟內閣。正當他權勢鼎盛之時，一次尋常的工作安排引爆了潛藏的矛盾。1953年12月24日，毛主席準備前往杭州起草憲法，臨行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，討論外出期間的中央工作安排，提出由劉少奇代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。其實早在重慶談判、訪蘇等多次毛主席外出期間，都是劉少奇代理主持工作，這是長期形成的穩定安排。這次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也是情理之中。可這一次，高崗卻站出來公開反對，提議幾位書記輪流主持工作。劉少奇見狀主動表態，可以考慮輪流方案，但其他書記成員依舊支持原有安排。最終，毛主席拍板維持劉少奇主持工作的決定。高崗的這一舉動並非臨時起意，而是早有預謀。早在半年前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，高崗就借着討論經濟工作，暗中把矛頭指向劉少奇與薄一波。在會議之後，他又避開正常組織渠道，私下拉攏高級幹部，甚至直接以中央的人事任命為拉攏條件。鄧小平和陳雲察覺到異常，立刻就把談話內容上報中央。毛主席得知後敏銳察覺到風險，提議起草決議，把增強黨的團結提上重要議程，籌備召開7屆4中全會。但此時中央並沒有立刻公開處分高崗，反而給他留出了反思的機會。1954年1月下旬到2月初，劉少奇、周恩來、鄧小平先後2次和高崗談話，希望他主動交代全部問題，認清自身錯誤。面對中央給出的坦白機會，高崗卻選擇回避關鍵問題。幾天之後，7屆4中全會正式召開，毛主席身在杭州並未到場。會上44名中央委員接連發言，集中討論高級幹部不能私下搞人事串聯的重大原則。這場會議最終做出怎樣的決議？後續又是如何一步步查清高崗、饒漱石全部分裂活動？由於時長原因，本期視頻分為上下2集，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繼續為您揭秘。